先来安装左边的立杆，这个斜边朝前面，这个平面朝里面。先把螺丝给它套上去。把这杆子扶正，扶正以后把这螺丝上紧，然后把这一根装上去，把这杆子插进去，再把这个套进来。把这螺丝给它上进去，跟杆子插进去，这螺丝可以上紧。把这个板先给它套进去，这两个洞给它套进去，然后可以先把下面的螺丝上起来。把杆子给它扶正，再给它固定住，给它锁紧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板给它套上去，这两边有分左右，这是光标。光标是这个平面朝上，这平面朝上，先给它放这里这个位置。再上我们的打码机，我们打码机是放这个方向啊，这个平面朝上，平面朝上。把这个打码机朝这个方向，先把这两个螺丝给它套上去，先把这两个螺丝给它套上去，把螺母给它锁住，两边一样，两边都把这个螺丝给它上去，再把我们这个打码机向上推，上面靠平。往后推，上面靠平，往后推，往这个后面推，把螺丝固定住，锁紧，把这螺丝固定住。两边一样，向上靠平，向后靠进去，锁紧。那我们打码机前面还有一根杆子，把这杆子送上去，螺丝可以上紧。
现在我们来上这个包装膜。一般来说，包装膜弹簧这边是没有拆的，然后它有方向，这方向是可朝前，这个在左边。把这个放上去，这上面有个螺丝，这边靠过来，这靠住，把螺丝上紧。然后把这个膜给它放上去，放到这个洞里面去。这是放前面来，这螺丝给它上紧。螺丝上紧。然后我们来安装这个包装膜，先把它折弯，向上剪一个三角形，剪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从这个杆这边放下来，从这边打码机这边穿过去。穿到这边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光标，所以要穿到上面来。穿到上面来，直接走到后面去，直接拉下来，再向下拉，向下拉，向下拉下来。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按钮按进去，向开的方向给它掰开。把旧的这个包装膜给它拿掉，再把这个包装膜从这边穿下来，这两边弄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给它塞下来，向下拉，这个两个手同时向下拉，拉到这边的话，我们给它两个膜给它对齐。对齐塞到两个轮子的中间，再把这个给它合上，这样它就夹住了，这个包装膜就装好了。现在我们来安装这个光标线，这是光标线，给它安装上去啊，这是光标线，给它插上去。再来安装打码机，这是打码机的电源，对着它的孔给它插起来。三条线三条线都不一样，给它插起来。三条线给它插起来。插起来以后，这个有一条线，3个孔的，这个是插在这个打码的这个位置。然后这条是电源线，直接插在这边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是机器直接插一个电源进去。这个打码还剩一条线，这条线插在我们的打码机上面。打码机这个方向插上去，那么这打码机这个色带跑出来会叫，给它塞回去这个色带这边有个感应器，给它塞进去，把它放进去就好了放到这个感应器里面。
现在把这个料桶放上去，这个有一个垫圈，把料桶放上去，这卡扣给它卡上去，锁紧，啊，要锁紧才不会漏水，啊，这样可以。现在我们来打开机器的电源。 等待温度，这两个是设置的温度。这菜单点一下，这跳动的这个是设置的温度，啊，这个是长度，你可以向下翻，啊，温度、长度，这是数量，再向下翻，这是光标，啊，这是易拉长度。我们确定一下，我们先把等这个温度升上来。 空压机的气给它装上去，气插上去以后，这是一个开关，这个可以打开气。打开以后，这个压力表有显示，这就是气已经进来了。现在我们就等待这个温度，等温度上来，我们就可以测试这个包装膜。现在我们面板显示的这个温度啊，就是跟我们设置的这个温度已经一样了，140度已经一样了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长度给它设置一个长度，假如说我们给它设置个100，设置一个长度，这个数量不用设置，啊，这是选择关的啊，这是关的，这个也先不用设置，确定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后面这个边给它封口一下，气压要打开啊，先按这个切带给它后边封住，啊，按切带就是为了让这个温度给它把后面这个边封住。 现在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点动让它拉切。那我们切上7个左右、10个左右的带子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带子它会不会漏气啊？这个带子，看它这个会不会漏气。这个不漏气的情况下呢，不漏气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放点水去测试，在这个料桶里面放上一点清水。我们这边这个感应器是调克重的啊。 这感应器给它调到往前面呢，它重量就比较重；调到往后面，它重量就比较轻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试机器，把重量调少一点，重量调少一点，先来试一下机器。先把重量调少，然后把这个急停开关给它打开，把这个调到自动的方向，啊，启动一下，它就会自动包装了。 那假如我们喷溅太厉害的话，这个红色的是可以关小一点，那它这个工作就会慢一点，就喷溅就不会那么大。那现在机器要停止的话，只需要把这个急停按下去，把这个停止键点一下，机器就停止了。现在我们来穿一下这个光标的这个膜啊。 我们要把这个膜塞到这个铁片的下方，啊，把这铁片塞到这个2个铁片的夹中去，中心去夹住，塞到2个铁片的中心夹住，这样子，这样去穿这个包装膜，看一下，好。
看一下下方，这个指示灯呢，就是射灯射在这个白色点的位置，白色的其他位置的时候，它这个指示灯是亮的。那我们如果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黑色点的时候，这个指示灯就应该是灭掉了，啊，它要调到这样子。如果说它这个指示灯如果不准的话，我们就要去转动它，调整到让它对到这个黑点的时候，灯是灭的，离开的时候灯会亮。再看一下，它必须要调到这样子，如果没调好，就要去转动这个旋转钮来配合。那我们现在来调一下面板，面板这个菜单点一下，移动到这个长度。移动到这个长度，把这长度给它减到001，长度减到001，向下翻，把这个光标这个显像给它打开，啊，这个打开，然后确定一下。现在我们测试几个带子，点动来测试带子。我们点个2、3个带子，啊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切的位置在哪里？切在这里，那就是它这个距离，它图案不是标准的。我们呢可以通过加这个长度，菜单点一下，我们来加这个长度，给它加个10几，再来测试一下这个带子切到哪里。这样距离还是差的比较多，我们再把这个长度再给它加上去，再切几个带子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它这个离目标比较近了，证明说这个数字还不够，我们再给它加一下。那现在我们这个图案就已经是标准了，啊，这个图案已经标准了，有切到这个黑点，就证明说我们这个光标已经调试好了，这光标调试好了，这光标调试好了。